有生之年估计很难再看到这样的直播间了。介绍一下下一款产品的细节。不用看细节，直接上链接。由于近期订单量太大，然后我们发货可能会有点慢。哎，不用发货，我就是想花钱。大家一定要看好码数再下单。码数不对，我把自己脚砍了。8号链接现在已经没库存了，你把吊牌发过来就行，我自己同一件。大家不要盲目购买，一定要理性消费哦。我不行，我就要买。直播间不断被野性消费的网友们刷屏，能不能不优惠，不要发优惠券？有没有满500加100的活动？甚至据说榜一因为送太多礼物，被小姐姐踢出直播间。这个直播间不是什么网红的，而是一个快要被大家遗忘的品牌——鸿星尔克，喊了多年的 "To be number one" 的口号，这一次终于可以理直气壮，当仁不让。鸿星尔克有多火呢？咱们来看看。话题：鸿星尔克的微博评论好心酸，登上微博热搜第1位。截止24日，阅读量8.9亿，百度热搜指数从不到1000飙升至121万。平时只有几千人围观的直播间，24日的3个直播间销售额突破1.6亿，库存被抢光，被要求把老板上架。根据滴滴财经统计的数据看，从7月22日到24日，鸿星尔克登上了微博、抖音、头条、知乎、百度、B 站等各个平台的热搜及热门。网友的狂热还远不止于此，原本都没有会员的官微被网友们充值到2140年，鸿星尔克也立志成为100年品牌，不然对不起网友们送的会员啊。24日，一男子在鸿星尔克线下专卖店买500元的鞋服，扔下1000元拔腿就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鸿星尔克门店都被挤爆，货品几乎被扫空。濒临破产的鸿星尔克为什么突然逆袭？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国产品牌背后的故事。7月21日，一场罕见特大暴雨袭击了河南，随着灾情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企业和明星捐款的消息陆续登上微博热搜。当天下午5点多，鸿星尔克也在自己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向河南灾区捐赠5000万元物资的消息。但到了晚上11点左右，这条官微下面也只有100多条评论。于是有一些网友站出来鸣不平：娘嘞，感觉你都要倒闭了还捐这么多，明星50万直接冲热搜，良心企业5000万评论100多，我真的有点意难平，怎么宣传下我都替你着急。这成为爆红的起点，越来越多的热心网友转发鸿星尔克这条微博，成功把鸿星尔克推上热搜。这么多捐款的企业，上亿的也有几个，为何鸿星尔克可以出圈，让众多网友为之狂热呢？触动网友情绪的背后是鸿星尔克心酸的处境。说起国货啊，我们在追捧一些品牌的同时，也渐渐遗忘了另外一些品牌，而鸿星尔克就在这类之中。2020年，同为国内运动品牌的安踏营收355亿，净利润51.6亿。李宁营收144.5亿，净利润16.9亿，而鸿星尔克呢，营收只有28.4亿元，净利润负2.2亿。其实近几年，鸿星尔克的日子一直不太好过。2011年因财务问题被停牌，这一停牌就是10年，市值大不如从前。2015年，鸿星尔克厂房发生火灾，3栋厂房全被烧毁，直接损失10几个亿。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的现金流只够维持1个星期。所以有网友爆料，鸿星尔克濒临破产。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，在官微都没有会员的情况下，鸿星尔克豪爽拿出5000万援助河南，这样的良心企业，哪个网友忍心让他倒下？这就好比我手头紧，想找个朋友借钱，我们一般都会去找比较有钱的朋友，比如张三，而不是去麻烦比我还困难的朋友李四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李四得知后东拼西凑给我送来了钱，这种朋友谁不愿意深交呢？截止23日晚，鸿星尔克首批救援物资5万瓶瓶装水已经抵达郑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总裁吴荣照也参与到救援中，与员工一起搬运物资。比起很多网红 P 图捐款、摆拍救援，想尽一切办法借此炒作，鸿星尔克的倾囊相助和低调行事真的是一股清流。随着鸿星尔克的爆红，网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。有网友质疑鸿星尔克诈捐，并非濒临破产。对于这2点质疑，咱们也捋一捋。诈捐质疑源于一个微博大 V， 他质问鸿星尔克的5000万捐款是现金还是物资，同时表示可查到的仅有20万瓶矿泉水，其他的捐款或物资都查不到身影。这条微博一度冲上热搜。不过鸿星尔克签约的基金会壹基金马上做出了回应，2000万包括200万元现金和1800万物资，目前20万瓶矿泉水已经抵达灾区。接着郑州慈善总会也回应道，捐赠2900万物资和100万善款，善款已经到账，2900万物资分批次运送。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令所有人欣慰的是，鸿星尔克是绝对清白的，为众人抱心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面对善举，我们在质疑之前应该更加谨慎，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大 V， 他们的言论是有一定影响力和传播性的，所以更应该严谨客观，有责任感，而不是张嘴就来，做点实事，不比博眼球、造热点香吗？
对于破产一事，总裁吴荣照也亲自辟谣，鸿星尔克确实转型困难，长期亏损，但并没有网友们说的那么严重。事实上，在市场上打拼了21年的鸿星尔克有近3万名员工，虽然在国内的关注度不如耐克、阿迪、李宁、安踏，但是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赛事上却总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而且在2021年中国500强最具价值品牌的排行榜中，鸿星尔克位居第180位，甚至超过了李宁。所以鸿星尔克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糟糕，而是一直低调行事，存在感没有那么强而已。任何一个企业和品牌都不能只靠情怀和短期的追捧而长期走下去。鸿星尔克无心插柳的营销账能否逆天改命呢？目前鸿星尔克开始的品牌转型是把重心放到3、4线城市，强调做强县级，做优地级，定位主打下沉市场。那对于下沉市场的人群来说，购买力匹配就是引发市场行为的第一要素。鸿星尔克产品的价格都是在200元左右，低于200的产品大约占了70%，较低的价格区间也决定了鸿星尔克的产品研发及设计上深受局限。所以很多网友就表示，鸿星尔克的款式实在有点挨不起来。因为我一向是一切从简，所以我对商品实用性的关注远远高于设计、品牌、广告。但不能否认，很多年轻人还是比较看重这些的，所以很多品牌愿意花很多钱请代言做营销，来贴合受众人群的喜好。这么看来，鸿星尔克的经营理念又是一股清流。鸿星尔克的走红是公司的良心善举，叠加国货兴起的消费热潮，导致火爆出圈。对于品牌而言，抓住红利很关键，除了需要关注产品研发、品牌经营上，还需要在渠道上改变思路，注重1、2线市场的需求，做到真正的 to be number one， 对鸿星尔克的考验非常大。其实像鸿星尔克这样的良心企业还有很多，他们默默捐款，低调的让人心疼，但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认识他们，记住他们。牧原集团，河南本土猪肉养殖企业，自己都在受灾的边缘，还在21日偷偷捐了1个亿，网友都替他着急，怎么就知道养猪卖猪捐款，连个热搜都不卖。胖东来，河南本土商超，是一个谁加班罚谁钱，利润50%都在员工工资条上的神仙企业，偷偷捐了5000万，而且老板第一时间就赶赴郑州展开救援。蜜雪冰城，河南人都知道的茶饮品牌，一杯饮料5块钱，连某些品牌的零头都不到，在自己总部大楼都被淹的情况下，捐了2200万。你想想，这得卖多少杯饮料啊！写完稿子，我要下去买一杯。辽宁方大低调捐出1亿元人民币及1亿元救援物资，捐了这么多，我竟然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所以就想支持一下。但查询之后发现经营范围以钢铁、矿山、房地产为主，找来找去也就旗下东北制药的药物和猪饲料我能买得起，看来只能改行养猪了。汇源果汁，国民果汁第一品牌，7月26日被申请破产重组，而就在破产的4天前，还向河南捐了100万，引来无数网友的心疼。汇源破产之后，我们可能再也喝不到这么便宜的真果汁了。类似的企业还有很多，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正如鸿星尔克董事长吴荣照说的，我和我的企业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埋头创业的企业之一，越是风雨交加，越见血浓于水。比起新疆棉事件的跳梁小丑们，这些民族企业才是我们应该追捧的平凡英雄。没有一份爱心可以被辜负，鸿星尔克的热度足以证明，谁把家国大义放在心上，谁就会被人们记在心里。消费者对鸿星尔克的偏爱，本质上是源于对家与国的大爱，不让老实人吃亏，不让一商赔本，这是很多人的朴素感情，也是所谓野心消费背后的行为逻辑。所以希望大家多盘一盘正在崛起的国货，这也是我们消费者对民族品牌最大的支持。当然了，前提还是要理性啊。